大家好，我叫王若翰，大家一般叫我若翰。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有严重的长期抑郁，可能在外人看来，我的生活表面上过得还行，家庭也算完整，学习当时也还挺好的，但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地狱是一种什么感觉。很感谢能跟伊凡一起合作这个项目。我接下来会回答几个问题，一些内容可能有一些 trigger warning， 如果大家感到不适的话，请立即联系在场的工作人员。第一问题是，如果可以描述童年时候的你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我大概是从5年级开始，也就是大概11岁吧，慢慢开始感受到痛苦的。在这之前，我感觉我的生活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小朋友，挺无忧无虑的。真要说起来，我能想到那个时候最创伤的事情，是被我的老师当众羞辱，当着全班的面，还有莫名其妙的被同学孤立，以及我妹妹出生，父母不再关心我。当时的我真的万念俱灰。可能在一些人看来，这些都是小事儿。当时我们语文作业是写每日的日记，我有很多很多绝望的思绪和语句，被一位好心的语文老师看到，他让我不要妄自菲薄，我很感激他。第二个问题是，你的生活在外人眼中看似顺利、幸福，那么在这样的光景下，内心真实的你最常出现什么样的情绪呢？说实话，我当时最常出现的情绪就是痛苦，痛苦，异常的痛苦。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可以理解我，也事实上没有人真的可以理解。我都能想象到，如果当时我跟我的家人说，他们会跟我讲，你呀，就是想太多。我初中的时候，每天入睡，最强烈的一个想法就是，希望我能从此长睡不醒，在梦中死去。我当时甚至诅咒自己活不过20岁，或者一出门就立刻被车撞死，好让我逃离这种无边的痛苦。当时的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这么痛苦，长大了以后才发现，当时是因为真正的我不被任何人看见。即使我的内心痛苦的快要死去，我的脸上仍能够给出一个笑容，这个笑容完美的遮掩了我心里在流血的伤疤。坏处就是也从来没有人能够发现。第三个问题，你曾说过从小就对死亡有一种说不清的向往，那种感觉对你来说是怎么样的？其实不是向往死亡，是对死亡的深思。我有一次生日，在自己的那个 QQ 空间，不知道大家还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？我当时在我自己的留言板里面留言说，生日嘛，就是又离死亡更近了一点。当时我的一个朋友看到了，还笑我在搞什么深奥。其实死亡真的不是一个结果，它只是一个手段，它是一个我想要逃离痛苦的手段，并且我觉得大家对死亡，可能有一种天然的逃避，觉得它是一种坏的事情。但是以现在的我的目光来看，生和死，它只是硬币的正反面，都是平等的。我们死后可能有另外一个世界，就跟我们生下来有一个这样的世界一样。我真的有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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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的时刻想要死去，我甚至还做了很详细的计划。
其实也有尝试过，在这边就不多细讲了，可能会有一些比较 triggering 的内容。但死亡似乎变成了我的一种 mindset，觉得大不了这个世界这么糟糕，我就死去好了。第4个问题，在那些特别低潮的时刻，是什么让你仍然留了下来？其实让我撑下来的很多时候是3个字：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我觉得自己明明是一个好人啊，凭什么是我这么痛苦？凭什么是我要离开？凭什么我要把这个世界让给那些伤害我的人？凭什么？难道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的糟糕，只有坏人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吗？我不同意啊！我为什么要同意？这个世界有问过我吗？他有问过我到底想不想活下来？有没有问过我到底想不想让那些坏人活下来，还是想让好人活下来？凭什么？有时候就在这一声声中的凭什么，我慢慢的冷静下来，想要再给自己，想要再给这个世界一个机会。世界可能也没有那么糟啊，因为如果我能活下来的话，我的存在不就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了一点吗？如果更多好人他们愿意留下来，这个世界确实好像也没有那么糟糕了。其实这番话是现在的我能够说出来的，当时在深陷那种痛苦的泥潭中的我，是说不出这种话的。但确实，凭什么这3个字，让我莫名其妙的有一些力量。第5个问题，在这些年的生命里，有什么东西，有什么瞬间，曾经让你重新感到活着的温度？活着的温度，说实话，没有。或者说很少，少到我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一下子都想不起来。可能是我在第1个问题里面提到的我那个语文老师，可能是我在当时生病，病到快要死去住院的时候，我妈妈一直在我的床边陪了我几天几夜。可能是我在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，在他的面前放声大哭，但是却感到很安全的时候。还有是我突然间想通了一个问题，觉得原来世界的真相是这样啊的这种感觉。但真的很少很少，我一下子能想起来的好像也就只有这几个。但是我的人生已经过了很多很多年了。我在最长的那段时间里面都是靠感受疼痛、感受痛苦来让自己感觉到自己还活着的。这很可笑，是不是？明明是痛苦想让我离开这个世界，但又偏偏是痛苦想让我有活着的感觉。可能活着的温度，真正的那种炙热的温度，只有在自己一次一次挣扎着活下来，然后回头看一眼自己的时候，看一眼自己居然能够淌过这么深的河水，这么深的地狱，这么黑暗的河流，那种难以置信的炙热。第6个问题，如果你能对同样感到孤单、挣扎的人说一句话，你想说什么？我想对你们说，不要放弃，你不是一个人，千万不要放弃。最后，我想对大家说，这个世界是你的，也是我的，这个世界是大家的。它让你痛，它能够让你痛，它能够让你痛到想要立刻离开这个世界，想要用最激烈的死亡展现你的痛给这个世界看。
但是你自己啊，你自己别再让自己痛了。我们自己永远与自己在一起。我在无数个白天和深夜，甚至在地铁上，难过、痛苦到落泪。当我觉得自己孤单至极的时候，但大家不要忘记了，一直陪伴你的，一直不分日夜陪伴你的，都是你自己。你自己的手，你自己的心脏，你自己的大脑，自己的眼睛，自己的身体，自己的手脚，都是你自己，无时无刻的陪伴着你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已经是最勇敢的事情了。我们有时候没有人可以依靠，但是我们自己是强大的。千万不要忘记，在每一次、每一刻想死的瞬间，是你自己，最终决定了让自己活下来。